着风声如地震来救你脱困。看懂你忐忑的心，读懂你的虔诚，为了你温柔的本甘愿为你牺牲。结局入围之没有危险标志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为了守护你的吻。麦克已经开始战斗，不能停止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为了守护你的真。这一战中来临，权力开始狂奔，权力开始变身，权力开始变成你的守护神，为你改变星辰。权力开始奋战，权力开始瞄准，权力开始拯救我深爱的人，为你奋不顾身。我早已把谜底看透，不需现在要为你去战斗，守护着你权力出击的那个我，停止挣脱缠绕灵魂的枷锁。我不要圣洁的爱是种无奈，带着愤怒让黑暗不复存在，激爆无限的力量就冲破困境，用神力我把邪神力都击败。温度降到零下45度。孩子呢？Cheers！ 你现在肚子里有小腹泻，不许你喝酒。蝙蝠妹妹，生完小腹泻，再给我生一个吧。你怎么不让你的田径直给你生啊？现在蝙蝠妹妹可以生，我干嘛要找她？刻薄、小气，长得又平凡。你怎么不去找你的田小姐啊？大乔哥雇我照顾白小姐，1个月的工资80万，外加60袋方便面。这样不好吧？田径直知道了会生气的。哼，他生气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他已经分手了，我回来只是为了孩子。等，你们说的这个田径直到底是谁呀？本军女1号啊！本军的女1号不一直都是白鹿吗？啊！白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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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鹿！闭嘴！老娘才是本军女1号。
白鹿呢？白鹿怎么样？他现在很虚弱，他的身体在排斥小复星的入侵，可小复星也在顽强地巩固自己的地位。在能够和平共处之前，他们都会很虚弱，很辛苦。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。这段时间就让他好好卧床休息吧。起床啦！起床啦！已经5点半了，都起床啦！为什么邻居会有我们家的门锁密码呀？是我家，不是我们家。因为密码是田小姐的生日。用生日做密码真的很老土啊。反正你白吃白喝赖在这里，不满意可以搬走。啊，我刚还撞了膝盖呢。都清醒了吗？可以开始分工了吗？各位邻居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为了让我们美丽善良的邻居白鹿小姐有个安静、快乐、舒适的孕期，我们一定要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分工合作，共创美好家园。首先，冯洞洞，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听我调遣了，你听白鹿的，陪他打游戏，聊你们的黑客行动，听他使唤，你最擅长了。可是田小姐你怎么办？遇事要会划重点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照顾白鹿和小福星，我的需求可以放在第2位。哦。接下来是云珍，你不是很喜欢前凸后翘的蝙蝠妹妹吗？你最会哄女孩子开心了，送礼物啊，送玫瑰啊，赞美她，让她高兴。好啊，这个我擅长。不过要在喜欢和骚扰之间掌握一个度。如果你敢烦她，我就去告诉叶美笑。最后，邻居大哥，姿态放低，把自己放在保姆的位置上就好。保姆？你这么热衷于厨艺，最近又有那么一点点的进步。穿围裙的样子还蛮性感的。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没意义，散会。不，我还再去睡一会儿。我也是。哎。醒了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江一恒说你很辛苦，我来看看你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一会儿就走，不会被别人发现的。我没事，身体不舒服只是暂时的。你放心把这个任务交给我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这样，真的让人很受打击。虽然上了点年纪没错，但你毕竟也是个漂亮的女孩子，一直聪明冷静，难得有这么虚弱的机会，偶尔需要依靠一下身边的人，让人担心一下。给我们这些
脆弱的男人一点面子吗？我又不是20、20岁的小姑娘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自己答应下来的。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而已，怎么能随便跟别人抱怨呢？这不是抱怨，而是撒娇。撒娇？我可以给你撒娇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你现在是半个病人嘛。好。你什么表情？不是你让我撒娇的吗？好，我准备好了，来撒娇吧。算了，别紧张，我没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。任何一个男人遇到女孩子撒娇这种情况，都会紧张。我知道，所以算了。奇怪，怎么听见我小舅的声音了？各位早安，亲爱的邻居家妹妹身体不舒服，开工前送上爱心早餐，大家都要好好吃饭哦。善良、美丽、可爱、漂亮，就是你！哇，还去照顾邻居，感觉有力气再粉你50年。不仅爱吃爱厨艺，还有爱心的美少女，姐姐我真没看错人。素颜最美的女明星就是你，张轩轩 PO 的素颜照还有眼线，假到死。楼上不要捧高踩低好不好？田径直素颜也很丑啊。告诉我们轩轩，我们不约。莲花妹，快开直播吃啊！谁要看你献爱心啊？对，快吃快吃，快啊，快吃！不吃脱粉儿，再见。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，以后还要请你们多多照顾，太谢谢你们了。这些都可以，一个个来，先签名好吗？谢谢，我的，谢谢。1、2、3，茄子。好，谢谢。你人好好啊，我要搬到全家去吃你。我也要。谢谢。哇，蛋糕来了，蛋糕来了。田径直，我们看你在菠萝机上直播，你真的好喜欢吃巧克力蛋糕啊！是。而且吃巧克力蛋糕的样子真的好幸福啊！是啊。你能吃我们送的巧克力蛋糕吗？吃吧！好。哇！吃吧！你不用顾及我们，就像你平时那样吃就好啦。对啊，可以。我平时怎么吃的？就是那种大口吃啊。对啊，就像大口第一口，快吃吧！
吧。啊！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吃巧克力蛋糕了。大小姐做直播的时候不是很喜欢吃巧克力蛋糕吗？那是因为巧克力蛋糕热量高。热量高？说了你也不懂。要不要带你去洗胃啊？干嘛？冤有头债有主，那巧克力蛋糕又不是我塞到你嘴巴里的。邱总，给我安排工作吧。工作？你签了我，又不给我安排工作，难道是打算雪藏我吗？这能怪我吗？你之前不是得了嗜睡症，还说要去国外学习什么的。嗜睡症又不是不治之症，已经好了，现在每天精力充沛。至于去国外学习嘛，我慎重考虑了一下，你们都知道我英语有多烂的，去国外能学到什么？听都听不懂。你们作为经纪公司应该阻止我，不阻止就是不作为。好，就算是我的错。不是你，是你们。You and Manager 月。看来外公的助理兼经纪人，扑克脸是很难兼顾啊。我做直播那么火，也没有后续安排，人气上涨，也接不到角色。之前是因为你没法长时间工作。之前是之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你作为经纪人，不是应该随时关注旗下艺人的变化吗？大小姐变化确实很快，小时候叫我月清哥，现在叫我扑克脸。挖粉有意思吗？注意你的态度。小直啊，你今天的火气很大。我劝你现在最好保持安静，不要引火烧身。你今天早上是不是去我邻居家了？啊？你邻居？你前男友啊？算了，到此为止。那是我的幻觉。哎呀，你嗜睡症刚好，又出现了幻觉，要不要带你去看心理医生啊？哦 ，thanks， 不用了。Manager 月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探讨一下未来工作的方向了？大小姐今天很不高兴，好像不是因为巧克力蛋糕。哎，差点让人丫头发现了。发现什么？你真去她前男友家了？我没去她前男友家。嗨，亲爱的闺蜜，你这是去哪了？我刚去公司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又送玫瑰给我，还这么一大束？不是送你的，这是送给白鹿的。啊，送白鹿的，哄她开心嘛。是啊，白鹿开心就是我干儿子开心。我去停车了。拜拜，好好表现。田小姐，你回来了。你在干什么？上次大乔哥买的虾，我剁碎了做成虾丸，一点都不腥的。冯助理，你真不听话！我都说了，你照顾好白鹿就好，不用管我。这就是做给白鹿吃的呀。江医生说要多做点高蛋白的食物，但最好清爽点，容易入口。这锅里炖的是燕窝，对孕妇最好了。人呢？多做一点，
手会断掉还是脚会断掉？喂，喂什么喂？我是没名字的野狗吗？你怎么在家做饭，没去守着白鹿？白鹿那边有江医生守着，都留在那里也没有什么用。可是总觉得还是不放心。要不我去看看？哎，白鹿在睡觉，你不要吵她。先把自己照顾好，好好吃饭。嗯，也对，要保存实力，这是持久战。我可是亲自怀过孕的女人。薛长安是个难产的宝宝，像他爸一样。这一点应该是更像他妈才对吧？我还难产，换了任何一个女人，遇到你这样的男人，都不会像我这样宽容的。好，美丽、善良、大方的田小姐，今天你没有工作了吧？嗯，没有工作，约了3天以后直播。那就好。不如一起去看个电影吧。有你这样当人爸爸的吗？薛长安现在还在白鹿肚子里抗争着，生死存亡、水深火热的关头，你还有心情去看电影？就算我们坐在这里着急，也帮不了他一分一毫。而且，白鹿也有江一恒在照顾，你也需要放松一下。我的天哪，真的是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渣？你是医生吗？只听说过医生这样劝病人家属的。大人们不要太担心了，担心也帮不了孩子什么的，要照顾好自己，才能照顾孩子呀。没听说过家属这么自我安慰的。你好好反省一下吧。本来想让你们2个人单独相处一会儿的，你也太不争气了，3句话就把女孩子惹毛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直男癌呀，直男癌。他以前不会对我这样发火的。你也说了是以前，你活了500多岁，第一次交女朋友啊？算了，看在大家是同类的份上，我就帮你分析一下现在的状况。你跟田径直已经分手将近5个月了，到目前为止，田径直还没有表现出想跟你和好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很清楚，我们是没结果的。清楚是一码事，怎么做是另一码事啊！爱情是忍不住的。曾经，有一个受3从4德教育的千金大小姐，在家里给她定了一门亲事后，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，跟我夜奔了。你是在宣扬自己的卑鄙无耻？我这是在歌颂爱情。没看出来。总之，根据我数百年的恋爱经验来说，女孩子如果对你没什么耐心的话，就是对你不感兴趣了。你会发现，你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吃饭浪费粮食，呼吸浪费空气，走路费鞋，连死了还要污染大气。信不信由你了。哎呦，还有燕窝呀！啊，你又来？这是给田径直做的，他饿了还要吃。真是一个懂爱死！既然现在提出要去看电影，神经腐烂了吧？邻居大哥说的没错，你应该出去看场电影，逛逛街。
每个人都需要有一定的心理接受期，不要太担心，担心也帮不上孩子什么。你要照顾好你的身体，以后才能照顾好孩子。我这个人真的太差劲了，明明是你在替我受苦，为什么还要说出医生安慰病人家属的话？我竟然还要被你安慰。田静之，你要再说下去，我要生气了。你别生气啊！你现在虚弱到爬都爬不起来，生气会伤身体的。你说过我是小福星的妈妈，既然是妈妈，为他受点苦都是应该的。你要是觉得抱歉的话，就是把我当外人。没有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只是纯粹的担心你。可我就是觉得你把我当外人。你可不要乱想啊！我怎么会？我绝对没有，真的，我怎么会把你？是不是被人误解的感觉不好受？明明是想让你高兴，带你出去散散心，转换一下心情，好心好意的却被你骂一顿。邻居大哥真是可怜啊！你说你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反省。到打营养针的时候了。哦。难道要我去给邻居大哥道歉？会不会显得我很怂啊？等等，我干嘛要去道歉？他在我的世界里肆意的走来走去，都没有跟我道歉。不行，不道歉，坚决不能先低头。田姐，你让让，我找一下硬盘。我找硬盘干什么？我硬盘里有纪录片，白鹿要看的。你在干什么？哦，我在看一下之前的直播，研究一下我哪个角度比较好看。哦，到哪儿去了？冯东东，我有个朋友啊，因为他个人神经敏感，误解了他朋友，还把他朋友臭骂了一顿。现在想清楚以后，想要和好，但是又不想道歉，那一般要怎么办？我就是随便帮他问问，没有别的意思了。不想道歉的话，那时机就很重要了 ，timing， 一定不能隔太久，不能让时间冷却，时间一长就会疏远，再开口就更尴尬了。一定要在对方最有安全感、最没防备的时候，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，假装什么都忘了，心胸宽广。无论对方的微博、朋友圈发了什么东西，都去点赞，认同对方的话，越大方越好。大方到让对方觉得，如果自己不原谅的话，就是斤斤计较，反而产生羞愧感。攻心，先下手为强。关键是不要脸。哎，我找到了，我先去对面了。好，就不要脸。有事吗？我有事问你。要去客厅吗？不，我觉得卧室蛮好的，床上舒服，有安全感，没防备。我之前直播不都迷迷糊糊的吗？又吃又睡，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。你帮我参谋参谋，明天直播我要干点什么好？上次是随手扎丸子头，这次要不要换个发型啊？我觉得自然就好。大哥，这些所谓的自然都是经过设计的，比如伪素颜妆、随手扎的丸子头，我连的手都要废掉了。哦，那
我觉得丸子头就挺好的。好，那就继续丸子头，下次再换，反正这次也来不及练了。天哪，这是被恶鬼附身了吧？你之前消耗太大了，所以看到高热量的食物都会觉得很美味。我下次直播总不能这样吃了吧？为什么不能？这样很可爱啊。你觉得可爱？嗯。大哥，你这品味要认同对方。对，你说的太对了，这样才可爱，就这样吃。你来我房间，就是为了跟我讨论这个？难不成是为了跟你睡觉？你不是吗？心还残留余温，上一秒还是恋人的身份。有些事已经不可能从熟悉到陌生，只不过是一种过程。眼角会湿的泪痕，表情藏不住心疼，寂寞冰吞，下手毫无分寸。一个人静的只剩下心跳声，那稀薄的温存就别再过问。说你现在还认真，用眼泪惩罚我的诚恳，谁强忍假装转身？原谅我真的没有什么天分，最后你也终于用无声承认。回忆总是有熟悉口吻，重复提醒原来的永恒。不舍得醒过来，是因为梦太安稳。不要以后住在你隔壁就心存怀疑。我们已经分手，你怀孕了，我也不会负责的。再见。